欢迎两位哈，主任好。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对吧？是。对。然后两个人相遇了，谈了多久？2年。谁追的谁？算朋友介绍，也不能算谁追谁，算是我追他吧。哎呀，在做一个男人的那就不能说我追他吗？那有什么丢人的呀？好了，到今天2年过去了，为何而来？就是对于我来讲，现在我觉得我在他们家感觉就是我被当作羊来薅羊毛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的心里一直很不平衡。那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呢？我想首先要评一下理，认为我到底错，还是我到底是对？就首先评评理，说我到底有没有被薅？对那您说吧，我们听。我们2个认识到现在2年左右了。然后呢，在一起生活，都会经历家庭的开销。那么现在所有的家庭开销基本上都是从我这边来出我大概每个月给他卡里存个3000块钱左右吧，就在家里的日常的就这种正常开销。但是呢，前段时间我给完以后，不到半个月，他就告诉我，钱不够了。那我就问他，我说那钱去哪儿了？他告我给他父母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我说那我给你这个钱是让你来这个家庭正常的开销的，如果你的父母有额外开销，你要跟我讲。而且呢，我给这个家庭的开销，我认为比如说我下班以后回到家想吃个热乎饭也是很正常的。一回家下班就告诉我你看看家里有什么，你先打扫打扫，有什么你先吃什么吧。我这带孩子也挺累的了。他带谁的孩子？他的。孩子多大？一个16岁，一个5岁半。就家里俩孩儿啊？对。都是哪方的？行，您接着说。我就感觉从我这抠出来的钱以后，再给他们家去补贴他们家他父母想要什么，那要这么说，我还有父母呢，我还没给我父母买东西呢。听明白了，就是你们住在一起之后一直是这个状态是吧？对。3000多够用吗？不够用，我也做着兼职呢。俩孩子前夫给抚养费吗？离婚协议上写着给，但是一直都没给过。这俩孩子现在都跟你们在一起生活，那可开销大呀。是。大概您1个月挣多少钱？我1个月兼职也挣不了多少钱，2、3千块钱左右。那是紧张了点儿。俩孩子加2口大人，那跟前夫要了抚养费吗？要过，一直也没给过，因为离婚以后他做生意也赔了好多钱。外面外债也很多。这是不是心里也不舒服？对呀，他前夫在外边做生意赔钱了，欠别人钱，有时债主找不到他前夫，或者他前夫还不了钱，就找到我们这儿来。那一要账呢，街坊四邻楼上楼下的一闹全都知道了。我出于好心，我为了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我好心好意的好言好语的把这个债主劝到楼下，在门口饭店我请人吃个饭，而且我微信里有多少钱，那天我记得应该有2000多块钱，我又给他转了2000，我说这2000块钱就算我先替你，就以后别上这儿来闹来了，有什么事找他前夫去。我认为我做的已经很仁至义尽了。可以了可以了。但是他却说我乱管闲事儿，把这种事儿揽到自己身上。因为这个钱本来也不是他欠的，也不是我欠的，是前夫欠的。他就特别爱装大，然后显摆自己。他说这事儿我能摆平，还请人家吃饭，还又给人家钱，把这个钱给了张三了，李四又来要来了，说这个前妻也能还，然后又上这儿来找我来，又要钱来了。那你说这个人家债主上家来闹了，影响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街坊邻居看着好看吗？对不对？咱们都是这么大岁数人了，也不是给邻居看的。是不给邻居看，但是你自己心里舒服吗？对不对？天天家里鸡吵鹅斗的，外边又来闹来，这生活有什么意义呢？人家来要钱了，也不是说在外面就那什么，人家只是上到这儿提示一下，告诉我要如果我能联系上他，然后我告诉他呀。行，懂了。住的是您那儿是吧？他呢，就是他们过去的家里。对。这件事呢，我要解释一下。我不是没有房子，我有房子，只是因为他这2个孩子需要照顾，因为再搬到我那可能觉得不方便，当初，所以我就到他那儿住去了。然后通过这件事以后，我就跟他说，实在不行啊，咱就搬到我那儿去住，对吧？孩子上学如果远点，我天天可以接送嘛，对不对？
他也不同意。我不知道他是到底是留恋他前夫，还是留恋他跟前夫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场所。哎呀，就是孩子上学吧，我想。对，就是孩子上学不方便。跟俩孩子关系好吗？可以吧，我只能搜。就很无奈呗。啊，这个前夫总是出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啥意思啊？有一次我快下班了，我说给他打电话，我说家里今天晚上吃什么，我顺道带回去。他告诉我，哎呀，孩子发烧了。我现在在医院了。我一听这个，我一看赶紧去吧，到医院。结果我一看，他前夫在哪儿？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孩子发烧了，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不给我打电话，或者不通知我？为什么要叫你前夫来？他说我白天给你打了，确实这咱承认。但是我白天工作忙，我没有听见。但是你再我不回电话也好，没接电话，你也不能把你前夫叫去啊。那这成什么了呢？孩子发烧了，然后就给你打电话，打了好几遍电话，你都不接。当时我在，但是我不也是为了给咱们俩减轻点负担吗？平时他就不给抚养费，我这不想着孩子生病了，然后让他来照顾吗？孩子本来就是他的，他为啥他不照顾啊？他连我这不也是出于好心吗？每个1000块钱的抚养费都给不了，你叫他去，他能做什么？他是能付了这个医药费，还是能给孩子买一些水果、买一些零食，还是能做其他的东西呢？他能照顾孩子呀。不是，至少人家孩子的亲爹。通知也没有否认这个是吧？这种血缘关系啊，但是我认为两个人既然已经离婚了，就应该把事情要分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还行吧，因为生病嘛。别的呢？没有了吧？还有一次啊！我下班以后，我一开门，他前夫在厨房做饭，这娘仨在客厅看电视。我一开门一看，我都傻了，我觉得我是来串门来的，我成外人了。不是我打的电话，是孩子给他爸爸打电话，说想要吃他爸爸炒的菜。但是你说他来了，他进来了，那我不能把他轰出去吧？再一个，你说孩子这么大了，他也不听我的，他就偷着给他的爸爸打电话，我也没办法呀。那您当时就没想着给他打个电话，说咱俩晚上出去吃？对呀，因为我前夫来了，孩子要跟他们在一起，那仨吃，咱俩出去吃，这事儿不解决了吗？我没想那么多。啊？他就是总是认为做什么事情啊，他都认为很正常，每件事都是他先做了，然后再跟你说。听懂。你说孩子想吃他爸做的饭啊，那难道我不会做饭吗？那也就是说我的手艺比他爸差吗？人家要的是亲爹，这咱就别比了啊。OK， 那他要亲爹的话，那我就认为，那他们两个人现在就想复合了，他们想和好，他们想复合，那我就可以。那只是孩子嘛，还有别的迹象，你觉得他们要复合吗？是真的，我再说出来，我都觉得很可笑了。这样事做的，你说，就不光前夫的事情啊，连她前婆婆的事情，她也在管。她前婆婆病了，去医院看病去，也是她陪着去，甚至说看病钱不够了，从我这儿拿钱借钱。是这个前婆婆呀，她本来就有半身不遂，那天突然血压升高了，给我打电话，联系不上她儿子了。然后我这听着，我这心里我也着急呀，因为相处也10来年了，你就是邻居和你这个救命的事儿，你也得要帮啊。我也没多想，我就带着他去医院了。一到看病交钱的时候了，我也是确实不富裕，我就给他打个电话，从他那儿先借点钱，先给交上医药费，然后再还他也不是不还你。他的保险下来不就还你吗？这跟他还不上你，我打工我也能还上你呀。这是2件事，还钱跟带前婆婆去看病，这是2件事情。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你说我是一只被他们家薅的羊了。你为什么离婚啊？因为前夫不顾家，属于那种好吃懒做型的，然后啃老的，然后慢慢就属于冷暴力，好几个月都不说话，然后就离婚了。给你们听段来自前夫的采访，来。虽然说我俩离婚了，但是呢，我跟他毕竟在一块儿都18年了，能没感情吗？当初离婚的时候，确实是我的原因，不太顾家。可是我现在也在改变呢，虽然说也给他添了不少的麻烦，我这心里头也内疚。现在呢，我的那些个外债啊，慢慢的也快还完了，日子呢也越来越好了。我想弥补一下他娘仨，毕竟孩子是我的，最起码我还有看孩子的权利了。他现在和这个大哥在一块儿呢，说实话啊，我这心里不舒服。
如果说他俩真能修成正果，那我祝福他。要是因为我看孩子这点事儿，他俩人闹了矛盾，那我觉得他俩感情也都那意思。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俩还没领证啊。说白了，我还有指挥他的权利和机会呢。不，这什么意思？那就如果单从这个他前夫这段采访上来讲，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可以复合的。我刚才也想说，就是单从这段采访来讲，就是说，好像你现在出现情敌了，而情敌恰恰还是他前夫。你没有复婚的意思吧？没有，肯定不是。但是你做的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你们就是在想复合。啊，受伤了哈，受不了了哈。你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吗？他对我确实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也爱计较，不像。啊，这个咱们当然不能这么比啊，但是今天那个有挑战者嘛，前夫哥不是也来挑战了吗？就是觉得在责任心啊和成熟度上面哪个好？好。所以这大哥委屈呢，我是一只羊，你们薅啊薅啊。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特别憋屈。好，来吧，你听听老师们给点建议，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还剩下多少，我所看到的是你们的这一份情感，通过2年的这个磨损，已经消磨的差不多了。你的很多做法，恕我直言，我不敢恭维，我也非常不认同。虽然一个空气净化器非常小，但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钱，为什么不事先和他商量一下？对，2个人商量，他肯定很开心啊。我要买一台净化器给我的妈妈，然后呢，我告诉他是你想到，你主动给他买的。对，没错。孝敬老人，老人肯定很高兴。另外，他替你前夫还债，怎么是显摆呢？他并不是说愿意帮你的前夫去还债，只是他怕你受到围攻。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还要指责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当然，
离异了，我们对孩子的爱不能离。孩子生病，作为前夫，他有知情权，而且也有义务。但我在想，如果孩子仅仅是一个发烧，他也不是故意不接电话，是不是要急着在1天之内一定要把前夫叫来照顾，让他知道情何以堪？还有，前夫到家里来，不管是孩子叫来的，还是其他原因，你都是明白他马上要回来的。这个确实你没有把他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他和前夫哥见面，那真的是很尴尬的。对刚才你前夫他说的一段话，我个人的理解只是说话好听而已。既然像他这么说，现在自己情况也好了，那你把孩子的抚养费给了吧，前面欠的还了呀。这2件事情都不做，还来砸场子来搅局，你前夫我不敢恭维。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他想要的是您的一个态度，他愿意被薅羊毛，他愿意付出，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借孩子之口，我们也不能去引导孩子，甚至暗示孩子什么。爱情还剩多少，你们心中很清楚。如果说大家已经力不从心了，该做如何选择，你们也心知肚明。谢谢。我其实听前半段一直就没听明白。哎，你说一个男朋友啊，帮你
子好过，才能收获幸福；好日子不好好过，也过成了烂日子。好吧，请你今天内心做一个抉择，然后做一个非常清晰的切割。你是和前夫切割，还是和他切割？我都支持。啊，但我个人心里，我觉得这个男人真不错呀，你跟他好好过吧，行不行？其实核心关键点还在女方身上，这个是跑不掉的。女方，我问一下，你平时也不是特爱说话吗？是。脑子有时候想事儿其实没有那么多，对不对？是。我就来判断一下，以我的目测就是女方啊，头脑简单单纯，有很多事情不是特别会处理，然后呢，奉行简单省事儿的原则。给人感觉站在那里，哎，很安静，但是也很被动，甚至有些时候给人感觉很淡漠。那我问一下，咱今天说点心里话，还爱他吗？爱。假如说他今天说要和你分开了，你会追他吗？会追。这时候终于主动了，所以你的懒，你的不作为，无形当中就把你这个男朋友给伤害了。我再来问你啊，咱们把那个前夫哥扔在一边，没有他的事儿，你觉得你爱他吗？如果放在没有出这些事之前，爱。啊，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你的女朋友没有想复婚的意思，刚才的种种应该她不太会办事儿，误伤了你。前夫什么态度？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你不能因为其他人对他的喜欢，你就打了退堂鼓，然后甚至你觉得我受了伤，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可惜了。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两个人在感情生活里边都是应该是相互，但是对我来讲，现在我没有感觉到相互，我只是感到我单方面的在努力也好，在付出也好，不管是情感上啊、金钱上啊，我感觉我是单方面的输出， OK， 但是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回报。这个分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吃醋前夫是个事儿，不要因为前夫的干扰，左右了你如何去喜欢他。第二，他本身就不太会做情感互动，他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安静的人。但如果说你觉得，哎，这个女朋友不太做情感互动，我的情感需要又很细腻又很敏感，我得不到一个良好的回应和互动，好，那我觉得一会儿你可以毅然的离开，感谢这段经历，我觉得应该做这决定 OK， 好吧？好，谢谢。我觉得女生是搞错了一个顺序，谈恋爱两个人在一起的顺序是什么？其实这是很多有离异经验的情侣通常犯的错误，或者下意识的一个感觉。我们都有离异的过去，我们都可能有孩子，所以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能接受我的孩子不？第二一个，你能接受我和前夫或者前妻的关系吗？第三一个，那我的家人你能够接受吗？女方就是按这个逻辑走的。你们其实没有谈什么恋爱，你们1对1的谈恋爱的机会非常少，全都要不带着孩子，要不就是体现在你怎么对我的过去以及我周围这些人关系当中，你去考察对方是否合格。所以这些考察都在消耗你们仅仅是看到对方好的一面的根基并不扎实的那一点情和爱。女方你到底真的不懂应该跟前夫保持关系吗？不是，你是或多或少在看，他怎么去对待我和前夫的关系。你对于自己的孩子是溺爱，你甚至于不分原则没有分寸的去说，孩子说让前夫来就来了，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有，但你可能还就想看看他是什么表现。真的孩子发烧了联系不上他就一定要联系前夫吗？你是少一个帮手是吧？那你们周围有朋友都可以帮你啊。你就是想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甚至于说你不这么样的对待我有可能就会前夫来填充你的位置哦。你给自己的前婆婆去帮那么大的忙，你是好心是，但是你有考虑她吗？有，你想看看她怎么对待这件事情。但是你们之间没有感情基础，这样的事情就一次一次的在消耗，在让对方保持怀疑。你知道前夫有可能想跟你复合吗？你当然知道了，
但你就想考验他，考验怎么样？人家不干了，哦，你花着人家的，你住在哪儿人都没有意义，最后人怎么样？觉得自己是第三者哟。所以这事儿啊，玩反顺序了。你得先跟他有充足的互动，让他坚信你跟他是一条心。所以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你就得多增加你们的二人世界，多增加了解，要去把那些顾虑全都把它打消啊，这才证明你们之间的感情是牢固的，是唯一的。就这样，谢谢你。这段关系特别简单，至少今天来是一个巨大的警钟。曾经吸引他那个东西还有多少在？你们未来面临一个什么新的环境？以后还要做哪些事儿？其实我觉得男生可以做一个规划。我倒希望你们一会儿那60秒的时候，能够真的把这事儿谈清楚和谈透。要想留他，就是于老师说那个，其实都快熬出来了。大儿子再有个2年，差不多该高考了，闺女儿也大了，也懂事儿了，就慢慢的快熬出来了。怎么在这个时候出这么个事儿？抓住幸福吧，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呢，错误很多，我希望呢，慢慢的把我的毛病都改了，而且跟前夫那儿断得干净。在你的这些爱好当中呢，我也多去了解，多跟你互动，还是希望咱们俩能慢慢的走下去。我其实也明白，但是呢，现在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是已经够了。我只能用这2个字，够了。也许是我的错，也有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让我想一想。这够了这个词儿可够重的。哎，倒是也能理解。谢谢2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哎呀，于老师啊，确实在恋爱当中，对对方的付出要多些领情，多些感谢，也要多些珍惜。我还是判断2个人会双出。我的预测是女出男不出。我觉得双不出吧。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男生应该不出来。50出头的人了，说了够了这个词儿，这就已经是非常重的词儿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认清楚了嘛。祝你们能找到属于你们自己